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就有机会可以抽中罗 PD 跟大明同款的全波 T 恤哦！一起来加入 Hello 派。今天呢，要来介绍台南的美食。据说它是一家5点半开卖，7点就可能会卖完的店。点了这样一大桌，310块，非常好吃的牛肉沙西米。好烫！他们家的肥肉非常的大块，很好吃。我得到必比登的推荐，综合咸粥75块，里面有蚵仔跟虱目。我每次要去拜访朋友，绝对就是买这家。你没有想过意面会去跟 Q 比？最适合外国人来吃。这一盘就是张惠妹的演唱会。需要一点活力，需要一点活力，因为现在还是天黑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就……好，不行，今天不能这样。今天不是要对，今天不是要搞笑，今天呢要来拍一些很震惊的事情。现在呢其实是台南的早上6点9分。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台南的美食。为什么要介绍台南美食呢？因为我是沈大嘴。跟着大嘴吃台南，台南有好多好食物。台南的形状是 F。又早上6点走这样，我觉得现在观众看得出你现在精神到底在干嘛？我觉得我今天很用心，我希望这个水先滚，但是没有置入。今天其实应该要穿短袖，但是台南最近寒流来，觉得被你模仿的人应该也双关，因为最近台南也刮起了另一阵寒流。哦。好怂哦！懂哦。前阵子我们那个韩国的，不是我们的啦，对啦，就我们的那个好朋友啊，演员金大明跟罗 PD 他们有来台南拍了一系列关于台南小吃的影片，造成台南现在怎么样冲出国际？谢谢他们，我真的是谢谢他们。因为大明说他很爱台南。身为台南女儿的我，其实是非常感动以及骄傲的，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是那种比较喜欢国外食物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晃了一圈之后，我就觉得台湾的小吃、台南的小吃都是非常棒。那透过就是外国人来介绍，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台南的小吃，我真的很兴奋，所以我对他们的感谢就是 cosplay 成他们的样子，好烂哦 ，cosplay 成他们的样子。我还有去买这个全波，听说现在全波都早卖完，被他拍过的店都订不到位，不然就是早卖完，又造成了好几家那种不是走过就能吃的那种。而且我们算是有先见之明，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罗 PD 他们拍了全播之后，我们就赶快去买。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他们介绍过的店都很多人，可是我们台南怎么样？小吃最多，餐厅最多，有各种选择，所以我决定呢，台南女儿要再继续深耕台南。这一支片有最大的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的企划上其实是叫做台南人当地陪，带外国人去吃厉害的小吃，所以我们今天选的店都会是台南本身蛮有名的店，蛮有名的，和以前肥肥鱼的选店的模式不太一样，会是一些有名的店，然后我们觉得外国人会来吃这些食物，也会觉得很赞。它有可能是店的风情很赞，然后有可能是食物很赞，那也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私心喜欢。好了，那今天呢，这边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明的帽子是 Polo， 大明的 T 恤是全波，最重要的就是我还去找了这双跟大明比较像的 New Balance， 非常感谢 New Balance 有这双鞋子，然后我本身呢就是 New Balance 的好友，但是还没有到好友可以登上国际，那就是欢迎 New Balance， 如果未来有想要就是台南 Focus 有需要大海报，我个人也都是可以担任那个大海报的那个角色啦，好不好？第2个原因是最私人，是我们其实这一支最主要拍给大明看。大明真的想说你们谁啊？你们拍给我看，我就要看啊！今年呢，就是希望在经费够的状态下，可以抓出几支片来做多国的语言，让多国的人能认识我们。我们点2颗菜粽，1碗味噌汤，因为这边的选项非常的单纯，就是只有菜粽跟味噌汤。来到了那个沙桃公郑家菜粽，这家呢，我其实已经放在我的口袋名单超久了，但是据说它是一家5点半开卖，7点就可能会卖完的店。那我呢，就是一个懒猪猪，所以我平常不会这么早起，但今天就是为了它，我们非常的早起。一日之计在于晨，今天的台南美食名店，我们就是要从早吃到太阳下山。它红，但是因为它的时间点就是一般年轻人不会吃到的。那个甜酱油配那个香油，它的那个香油画龙
点睛，我刚还有点睡意，我现在睡意整个被驱赶。很夸张版的大米。韩国人可能可以来，因为韩国人吃很多东西都非常喜欢加香油。对，因为我觉得你今天的美食的评论呢，就是要有点为了外国人去描述。适合外国人来的有一个点，就是你很难坐在一个宫庙的前面正前方，有那种被保护的感觉，在吃一个早餐。它吃起来会 QQ 的，它的那个米已经是全部的人都粘在一起，然后非常的 Q。重点就是那个香油，真的很赞，真的很赞，真的很赞。这颗就是你可以跟它一直相处在一起。你每天吃，我觉得它都不会腻。它不是霸道总裁，不是那种每天给你浪漫新鲜事的那一种。可是它如果有一天突然要离开你，会有非常多人哭泣的，有一点点偏红。它不是甜的，台湾的味噌汤跟日本味噌汤不一样，它有时候会偏甜，可能会有一点那个豆瓣酱在里面，会有那个豆瓣酱被煮破的感觉，但它相对的来讲，我觉得非常的纯粹。豆腐的口感其实比较有一点点带豆皮感，它那个米口感会有一点像是一些蒸的比较烂的糯米肠，它又有非常多巨量的花生在里面，它们的熟度有点落差，你再配到香菜的时候，脆口的滋味三个人融在一起，我觉得很好。它对我来讲很加分的点是它整体的体验也非常的好，包括它在这个巷子里面，在一个树下，在一个宫庙的前面，就算你不是外国人，你可能只是新营人，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来。我觉得这间是台湾人吃到一个那你可以讲推荐给大明的韩国。我想问一下，它是不是全素？季友萌姐，您转手吗？哦，全素，好，推荐给大明的话，就是大明 is good 的 come to eat。第一次吃很喜欢，真的。你们开多久了？76年。76年，我们是第2代了。哇，非常的棒。我们会教更多外国人。这个是可以喝的热茶。对，那是决明子，你可以喝看看。以前没有卖汤，以前就是这种配茶。台南很多大红店的老板人都会很好，这就是他们在说台南是 F 的城市，就是台南的人都非常的感性，然后热情。像我刚刚呢转盘，我刚刚介绍完之后直接放在桌上，我就要走了，然后老板就你们这个忘了拿，就是人也非常好。不然比较坏的老板会自己拿去用，就会说小姐你北七哦。我觉得我是非常失职的台南人，因为我其实是看了大明之后才知道这里是台南的早餐街，有这件事情吗？没有哦，大明讲的。他们只是经过一些传统摊贩就说这里是早餐街这样。哦，好，那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吃第2家，王先生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的，叫做福生小食。台湾的美食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我们的价格区间带有很多，你可以有铜板美食。你可能可以花个20、40、50，你就可以吃饱。那你如果想要再多一点，你花100、200、300，你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这一家呢，它就是其实有非常多元不同的选择，你可以在一个饭桌上点到汤啊、菜啊、饭。这种，你早上的主持真的是，我觉得我现在主持人很好，只是刚刚那个饭有点没有想清楚。早上会很用力的讲一些很废的话，没有，因为这是要给外国人看的啊。我很爱台湾小吃的一个点呢，是点了这样一大桌310块，国外可能吃一个定时一个套餐的钱，在台湾可以吃到很多种不同的小吃。它的对面是大明有介绍过的那个纽，好新的字，6千牛肉汤。大家去了之后觉得喝完牛肉汤，然后肚子还有一点空间，你或许就可以到对面吃一点肉燥饭啊、米糕，然后再配一点小点。他们是那个碗丸专家，他们家有肉丸、贡丸、鱼丸、虾丸，可以点综合。所以像我这种很贪心的人，我就可以一次先吃过，然后吃过之后，我就可以从中知道说自己想要哪一颗丸，我们再来做加点。他们家的肉丸呢是古早味的做法，有加酱油，然后都是用食肉去做，所以我本来以为肉感更强，但它其实已经打到肉的纤维已经不见了，吃起来就是一颗软软 Q Q 的丸子，然后很香。我以前很爱吃肉燥饭。它的米吃下去之后，你会有一种像回到阿嬷家吃饭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很新潮被抛光抛的很光滑，它就是一个粗粗的米，可是配它这个卤汁，我觉得很好吃。不是要出国比赛，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我就是专心做这间店，然后我只求把我们家的小孩就是养到长大成人，这种朴实店，也没有要让他们出去读什么英国皇家学院，都不能留学哦。就留学有点困难，可是我觉得相信现在以这个规模，应该是可以留学到在国外买房子。好烫，
他们家的米糕啊是糊成一团米糕，米被煮得非常的软之后呢，他们家的肥肉非常的大块，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吞了一口有点类似像白胶的东西啊，很好吃。他们家的卤汁不是很重口味的，它就是一个清清淡淡的存在，好吃。这我不知道外国人敢不敢吃这是鱼肠，鱼的肠子。川烫的味道通常非常的重啊，外国人是不太能吃。哇，韩国人有在吃，就是血肠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是会有一个干胆的味道。秋刀鱼有时候这里没有清干净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苦苦的味道。你刚刚是变成一只秋刀鱼，就这里，先就是妈妈阿嬷等级的那种好吃，台南巷口好吃的那种好吃，然后吃了之后会觉得很满足，可以好好回家睡个觉。外国人应该会蛮喜欢这个风情啊，因为它意外的有个故障马车。对。等一下，太香了，超好吃。我想要知道你今天拍这一堆名店，到底何时才可以遇到一间比较有态度的？你知道哪一家吗？我家，我姐很有态度，我爸也很有态度。现在来到的这家呢是大勇街无名咸粥，台南的粥呢不是那种广东粥，是本汤。我们现在面前这一桌不到200块。但这间的肉燥饭看起来野心就比较强。他肉燥饭本来不在我的选择里面，是我看到了隔壁的先生他点的肉燥饭，我就去看他那一锅卤肉，他那个卤肉在滚的那个画面，看起来就是让人垂涎欲滴。重点是，我觉得我们要加看胡椒，隔壁的先生有加胡椒。现在这个做法好像那个外国人就是看到隔壁人做出来就跟着他。台南的卤肉都没有要把它卤到很 Q 度跟那个黏嘴感，它就是胖胖的一块猪皮，然后有上一点色这样。我觉得也没有到真的无敌要去出国比赛。因为台南的这种小吃里面的这一道菜就是叫肉燥饭，它其实就是都是饭跟花丝而已。我一直叫它卤肉饭，我就是要引起就是台南人来说是冒犯，对不对？对不起，我就是去台北太久了，有点忘记它叫做肉燥饭。我真的很抱歉。综合咸粥75块，里面有蚵仔跟虱目鱼，我觉得咸度蛮高的。然后它的汤就是清清淡淡，是比较咸口一点的，但也不是特别浓郁的感觉。然后它的蚵仔很大。我觉得它的咸度对我来说就是普通的咸粥，但是它的料很多。它是走比较味道干净一点的咸粥，因为有些咸粥它可能会那个油葱酥加的比较多，或再有其他的东西，它整个汤喝起来的底蕴会比较浓郁一点。但他们家是走干净风，建议大家来吃的时候一定要试试看这个干拌油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好像是台南才会有的吃法，然后我觉得大明会喜欢。这样子，你是在模仿大明？对啊，他对，现在拍那个吐司。第4家呢，是我看网络评价，大家都说这是台南在地人会来的早餐店。波哥呢，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呢，就是非常高级的饮料店。20年前的台南高中生会觉得自己买波哥是最时髦的人。我现在喝的是他们的珍奶。他们家的奶茶呢，就是非常传统的流派，就是奶精奶茶，非常的好喝，也非常的甜，我们叫半糖。因为它的奶茶有很亮眼的明确的个性，所以它的珍珠就有点小小的比较弱一点点，它比较不是那种你一直咬可能会回甘的。但我对波哥一直对它的料没有太大的印象，我只觉得它特调好喝。这杯小情人应该是他们比较历史悠久的产物了。它在以前很久以前的年代，它就会推出一些什么小优芙、小情人、茶霸一些比较酷的口味。所以它是属于那种品名看不出来是。对，它会有一些要问，对，小情人是柠檬梅子绿，好喝哎。生逼啊生逼，台南学生的回忆，因为就连到现在这一间东区胜利店都是非常多学生会来这边 K 书，然后也有很多人称赞他的蛋沙拉。你要不要跟大明介绍一下你是蛋沙拉的什么 ？I am the queen of the egg salad toast。他们家的蛋沙拉走的是比较甜口一点的，吃起来应该是没有加 Q 比美乃滋的，就是一点点酸度都没有。它的蛋白吐司看起来很不肥，很不油，
可是吃起来很甜很爽。这间是早上7点就开，早上7点就可以喝手摇。大部分的手摇饮你都不能坐在里面喝，像我们刚刚吃了好几家早餐，你只是想要找一个地方休息坐着，你可能也没有想要吃到什么蛋糕或什么的，你就是点一杯小小的饮料，你就可以坐在这里度过你一个很美好的时光，我觉得也不错。想要喝美式，现在波哥这边也有咖啡可以喝，就是蛮多元，然后价格我觉得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看这样一杯50块，你可能可以坐在这边稍微休息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真的是好吃的。全球各地的朋友，大家好！众所周知，所有的人来台南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喝牛肉汤。那我们刚刚呢，就是包车直接从台南市区杀过来永康。为什么要来永康？就是要来这一家阿明牛肉汤。那我就想在这一次介绍给大家，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台南牛肉汤店，他们卖的品项相对的比较单纯一点，可能就是牛肉汤、卤肉饭，然后可能有炒饭。但是阿明非常不一样，它甚至有这个牛肉沙西米，还有麻油骨髓、炙烧牛肉。然后汤的部分呢，还有各种部位可以选。它的菜单真的是非常丰富，很适合像我这种比较贪心的人，没有办法就是用一碗汤跟一碗肉燥饭就满足的人可以来吃。阿明他们家的汤底，我个人觉得是我喝过算比较甜一点的，水果感比较重，这就是一般比较普通一点的。他说可能吃起来会比较干一点。我们又点了一个这个顶级的牛肉汤，油花会比较多，然后吃起来可能会比较软。我们的画面一直会拍到一个路人，那我要不要？没差啦。这个虽然说他刚刚有提醒我们，就是它一般的肉比较干一点，但其实就是你一般在外面喝到牛肉汤差不多的风味。因为它就是生牛肉下去烫熟，所以其实照理来说，它还是比较嫩的肉啊。顶级牛五花，油花有多漂亮？长的样子就是在说，哦，我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哦。油度比较高，所以肉的部位就很看人。然后你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这种，他们其实也有牛腩，然后也有牛尾，就是已经跟汤底本来就是滚好的，不是这种热汤下去淋的生肉。阿明家的牛尾很好吃。Dina 上次说她吃有吓了一跳，非常好吃的牛肉沙西米，它下面还有洋葱。好像在吃生鱼片，而且今天的肉是真的油很漂亮，花非常的漂亮。这个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感受吗？我连拿筷子都不会拿筷子比较漂亮。比生鱼片好吃。拍起来可不可以吃？不用了，我不用了。要啦，你拿筷子那么漂亮，要给你拍一下啦。筷子真的是拿得很标准。我有一个问题他们两个今天是不是穿情侣色啊？他们都会配一些来华丽的了，各位观众来这边一定要点这个，好香哦！炙烧牛的熟度啊，跟盐度其实都可以再做调整。看起来大概5-6分而已。炙烧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它会有那个现烤的焦味，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来都要点这一道，因为非常的好吃。你这一段可以用英文讲。Beef is very good 。good。你的日本朋友来到现场，你要怎么跟他介绍这一盘？炙烧怎么讲？焼き肉，美味しい。这有需要学吗？阿明牛肉は台南でとても重来。阿明牛肉は台湾でとても人気がある店です。これは店の中で一番美味しい食べ物です。みんなぜひ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阿明就是我们私下会一直自己来的店，因为它的选项真的非常的多元。现在来吃看这个麻油骨髓，是姜丝吗？它把它炸得很像饼干，然后它的骨髓是一整块的，因为通常我吃的骨髓都是要自己吸的。这个麻油姜丝超好吃的，你一整口一开始吃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觉得它是姜丝，可是你在越剥的时候，那个姜丝的香气就会慢慢的飘出来，它最后会有带一点辣辣苦苦的味道。我觉得这一道完全是那种成人系的食物，我觉得这道超适合大明跟罗 PD 吃。这个是老饕食物的。对，刚上大学，然后有在看陪审团，敢去吃一些小吃了的人，先不用尝试这一道，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你要稍微再有一点点年纪，或你有在喜欢吃这种麻油或苦类的东西的人会比较适合。
我吃阿敏可能就不会像第一间的菜粽给我那么大的惊喜，是因为我之前就已经吃过了。但这一间我就是推荐给大家，可以一直来，因为它真的很好吃。然后每道菜我们点过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水准之上，然后品相又多，非常推荐给大家。虽然它在永康比较远，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为了这间店跑来永康 ，no no no， 陪审团有拍过一集永康特辑，所以你们可以配着看。上面没有我们的照片，我们可以给你们拍一张拍立得，然后贴上去。好啊。乌龙的话，我们分比较细，那雪乌龙跟金乌龙是比较清香型的。60家 T 是沈大嘴的选店。我自从知道了这家店，喝过这家店之后，我每次要去拜访朋友，绝对就是买这家。自己回台南也是买这家。虽然说我是一个猪舌，大部分的无糖饮我基本上都能喝，就算它已经放隔夜有点微酸了，我其实都 I don't care， 只要它的品质有做到一定的高度。猪舌还是判定得出来的，他们家就是推荐给喜欢品茶的人来，毕竟他们家自己主张自己对茶叶真的是非常的专精，他们还有得过蛮多奖的。他们有自己的甲子园茶厂。嘿，我记得我最喜欢喝的是雪乌龙，因为雪乌龙它喝起来还蛮清香的。东方美人非常的好喝。因为它有发酵，然后就会有一股微微的蜜香。这间算是的确是猪舌可以喝得出它的茶是好喝的。因为我喝大部分的无糖茶都是无感情的在饮用，但是喝他们家的时候，尤其是这杯雪乌龙，就是喝下去之后就跟早上的那个菜粽一样，眼睛会为之一亮。雪乌龙我刚喝还是好好喝。这一间的茶就是那一种喝得出它有茶叶，对，很香的茶叶味。有很多茶，你就是在喝很像冲泡茶，有点像茶包泡出来的。很多茶就是在喝味道水。这一家真的是茶叶味非常的香跟浓，又顺口。我再次的说，就是我平常都已经喝这些，喝到我就已经有点不知道怎么称赞他们了。我就只能跟大家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会一直来喝，它会让你明确的感受到你现在的味蕾里面可以想象到这片茶叶的感觉。好用力哦！这一段又很像业配。他们没有给我业配的费用，但是想跟他们讲一下，因为那个60家陪审团今年刚好6周年啊，如果可以那个联姻的话，我也是觉得还不错啦。你今天这一间你说是沈大嘴的选店，其实你是政策选店，就是企业联姻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什么雪乌龙、红乌龙、火乌龙，你其实会不大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你就是勇敢的问他们，其实人都蛮好的。嘿，你好，是沈，谢谢。要不要拍照吗？可以啊，来，爸爸一起吗？一起啊，大家一起。爸爸有在看我们影片？有。很好做哎，画风一转，对啊，很好做哎。这个主持人要不要解释一下我们在这边干嘛？60家老板说现在要过来，然后他就请楼上在上课的人拖延人，对，再坐一下。老板从大湾过来有点远，好远，大湾超远。那我可以坐吗？你是说手做吗？对啊，现在还可以加1吗？这个要编到晚上6点。哦，没时间，我没时20分钟就编得出来吧？这里有轻婚纱可以租借，然后有很多就是台湾设计师的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台南，关注一下他们的 IG。这个是蜜香红茶，很好喝。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老板希望之后有其他的，我们很想要做饮料的杯子，就这样说定了哦，就这样说定了哦。你有适合用这种小杯子吗？他们2楼这边还有一个茶席空间，就你可以上来点这种现冲的茶。这边上面的环境非常的舒适。我们现在要去拍一家大名店，然后这家大名店呢，其实我已经拍过了，但是是跟翁先生一起去，算是蛮 long time ago 以前的事了。那因为他现在也不是我当初来吃的季节，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品项。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吃甜点，因为台南是一个糖的故乡。冰箱是台南的大名店，我之前来的时候呢是吃它的草莓冰，它夏天红的呢是芒果冰，但我们现在来呢真的是不大是时候，所以我们就来吃它的豆花。我有去跟 Siri 请教了一下，我们介绍什么东西给韩国人，他们可能会感到比较兴趣。他就说他觉得可以带韩国人来吃吃看豆花，因为豆腐这个东西在韩国可能比较常做成咸食，但是它在台湾可以做成甜食，或许可以给韩国人一些新的想法。冰箱这八宝豆花真的微微在跟我开玩笑，他一直要溢出来，表面张力，他现在已经出来了。你在参加趣味竞赛吗？算了一下，它其实它有9宝，它有红豆、薏仁、绿豆、珍珠，还有这个脆圆、芋圆、大红豆、汤圆，然后还有上面这个印花。冰箱的是豆花，目色来看应该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豆感的， 对不对？它是传统，但
但因为它的料有点太抢戏，所以我对它的豆花其实常常会忘记。绵密的那一种，你就算直插，你想吃豆花拉上来的时候还是一堆料。我觉得它是拼盘，你去那场演唱会了，你就是都要看，你就是没办法不看。我们选这个给外国人看，也是因为它的八宝豆花的形式会让外国人觉得哇很有记忆点。对，因为很多八宝冰，其实你来了之后，你有记忆点的是上面的那一坨冰，因为冰都会盖在上面，但他们家的冰算是用的比较少，你还是可以很完整的看到它旁边的料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这家的料非常的好吃，我自己是蛮喜欢的，红豆跟汤圆我都蛮爱的。刚刚呢，有一个人跟我说，他看到我们在拍片。然后他来台南过生日，过生日的时候遇到拍片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然后我就回他说，怎么不来让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等一下，他如果被我抓到，我会唱生日快乐歌给他。祝你生日！而且不要告诉我你有偷偷记得他的脸。哦，我刚才已经去看一下他动态在哪里了。有病吗？他说有女神的回复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这个人一直很知足，然后阿姨一直在发飙。洪先生。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洪先生。我希望这一段不要变成那个洪先生的梦魇。最后一句是韩文来。所以你们要在全播前面拍，这样会真的很像一日店长。希望下次我可以来打工。可以，因为我有在爱挖。你今天根本没有要来吃，你只是要来看好戏。现在应该不需要我推广了吧？好酸哦，假大人好酸。好的，内有燕乳也有，然后鸡蛋布丁也有，肥波也有。这个婶婶是谁？婶婶是谁？泱泱啊！打死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很多知名人士有来过的诚实锅烧。诚实锅烧他们去年有一碗蛤蜊锅烧有得到必比登的推荐，那我们就是来吃吃看。因为在台南呢，锅烧意面也是非常主流的一个食物。对外地客人来招待他们吃锅烧意面，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对，带了很多的台北人来吃锅烧意面，台北人都蛮不懂。因为我之前都会推荐，就是我最爱的那个纯咸坊，但是有非常多北部的朋友吃了之后都说好像在喝糖水。今天就想来吃吃看诚实，因为诚实的摆盘跟仪器有可能再更靠拢，就是现代一点。它居然有卖烤厚片，烤厚片有备注说它是用百慕达的烤箱，太漂亮了吧？对啊，我好像有一个日本妈妈帮我带便当哦。我用手机在想，你也担心太多，他才不会嘞。我刚刚在车上啊，突然间讲到说我背那个陪审团那个包是名牌包啊，我有说哦，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背过名牌包啊。我现在在练气功，练到一半，突然间想到哦，不行哎，你是个非常好心的人。等一下你听到我没有背过名牌包，你发呆他怕你突然买名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有这个想法。名牌包要给我，他自己练功练到一半背舞，你以为你是谁呀？所以不小心你买了名牌包给我，我也是转送给别人。好，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现在拿到了诚实锅烧意面，那我们就是点了一个他们被必比登推荐的蛤蜊版跟一个干拌面版本。干拌面版本基本上是我们比较少看到锅烧意面店会卖的，大家基本上都买汤的，大部分的店家都是干炒意面，可是那个可能比较会出现在一些像牛肉店啊，或者是那个鳝鱼面店。这一家更特别的是，他们做的方式是加入了 Q 比花生酱，非常的冲突。你没有想过意面会去跟 Q 比配？因为我们这种纯血台南人其实都是吃，比如说硬油啊、酱油啊、洋葱，比较走热炒系的大火拌炒，没有想过就是会这样子处理。它就是有点台日，然后又有一个很台的辣酱在里面，配得很好。可是需要多一点时间认识它，你会想要再探索它，继续深度了解这个人。我非常喜欢诚实的一个点啊，是他们的碗。是非常喜气的龙碗，拍照起来很漂亮。很鲜哎！老板有说他们家的面啊是手工意面，所以比较没有那么的油，会再细一点点。我喜欢它的细，面的味道也开始释放到汤里面的时候，这碗汤就会再更加的浓郁。台南的锅烧意面有蛮多版本的。
像我最喜欢的纯鲜坊，然后跟我们上次去的咸情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他选的配料对我来讲也在更符合现代人一点。我们之前比较常遇到的可能是加火腿，或者是加一些炸过的鱼肉，那些东西不见得是大家现在主流喜欢的，但他们家就很纯粹。这碗蛤蜊汤很好喝，这个拌面呢是属于那种放置系美食，就因为它是意面是撒的嘛，放一阵子之后，它又会再反噬回去那个面体里面的时候，这个面下就会变得再更加的饱满。我觉得吃起来比我刚吃第一口的时候更好吃。那一碗锅烧意面，我觉得吃起来就是那种新潮流派的，这一碗就是台北人会喜欢的。台北人吃不懂锅烧意面，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汤头偏甜，或者是里面的配料他们不喜欢。但是这一碗呢，其实就是非常你看得懂它是什么东西的一碗锅烧意面。但我不懂锅烧意面有什么好吃不懂，因为它就是炸的面，然后拿去煮啊，不就是跟泡面一样，很怪吗？对。我真的屡试不爽，我大学带了一堆人来吃锅烧意面，然后全部都没有获得好评。这个是奶油，好，这是巧克力。谢谢谢谢。好好。怎么办？梦里向你装上。其实我本来呢，就是非常有兴趣于他们家的厚片，因为是百慕达烤。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能点，我也没有期待店家。你要不要吃那一个？我觉得那个，原来诚实锅烧很会做吐司的意思。你试试看它的奶油，它那个咸奶油厚片超好吃。本来以为是一个不怎么样、不起眼的厚片，但是咬下去之后，它的松软程度、口感超好。它就是厚片，但是它是轻盈厚片，而且真的是吃得出来是百慕达烤的。这个我会来买。对啊，诚实他们在做厚片上面加了玄米这件事情，会让整体的口感变得比较特别一点。你在咬的每一口，或多或少咬到的地方，它都会有那个脆脆的口感。我觉得诚实就是一家我会想带朋友来的店。我非常喜欢这个标语，就是他说它是一碗很单纯的锅烧意面，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比如说他们得了必比登推荐，然后或者是其实我们都有来拍片之类的，可能会给很多观众们不同等级的期待。有很多 KOL 来介绍过。对对对，可是我真的觉得吃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大家喜欢的不一定你们喜欢，所以说大家来之前不要有太多预设。如果他卖3500，我们再有高期待。就我觉得现在价和它料都是正常的。你们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吗？我现在是爱的富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挡到路人。刚刚有跟诚实锅烧的老板稍微聊了一下天，他其实是返乡青年，他们家的锅烧意面呢，其实如果你是透过脸书或者是虾皮都可以购买到，因为其实有点想哭。就是我真的很谢谢这些在做传统小吃的人，我们家是传统小吃，所以我觉得做传统小吃非常的难做，所有的成本都一直不断飙升的状况下，他们需要维持品质，又需要维持价格，只要价格一调动，就会被市场给讨论，跟被消费者给讨论。那其实对于很多店家来讲，生存都非常的苦。可是，在这一条这么难走的路上，他们还愿意继续做的，我真的觉得很谢谢这些人的存在，才让台湾小吃可以这么的美好。然后你也要谢谢淑珍。对啊，对，我也谢谢淑珍。那就是诚实锅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下方资讯栏找他们的链接。我没有置入，对，像业配，就是搞的。我没有在接小店的业配，但是我很希望可以帮这些小店推广，让更多有共鸣的人喜欢它。一来之后呢，你就去按那个号码牌，不管你内用或是外带，你就先按。这一家是在台南非常算有名的那一种，就来试试看。作为今天这集的压轴，对。有位置的话，你就坐下来，等到你的号码的时候，你再去点餐，付钱就会得到发票。这边也是有名到可以开发票。在叫不是你的号码的时候，绝对不用走去问说，哎，到我了没？没到你的号码就是没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们的态度没有很好，但我自己个人觉得油炸的店讲话就是会比较大声，我觉得蛮大方的。有点中白好吃，每一口它都带给你有一点稍微不同的体验，因为它的炸皮非常的厚，然后它上面就会有一点呈现小颗一点的脆脆的东西，不会是一整片的。因为之前我们比较常说的是它很像饼干，但是因为它整体比较像正方体一点的 size， 所以说它里面湿润的部分也非常的厚，里面的水再配上泡菜的水，然后跟它的蒜酱，其实每一口我个人觉得吃起来都是完全
不一样的体验，就是蛮精彩的。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臭。我个人吃臭豆腐是有在迷那种，你喜欢湿臭？吃完之后会很像有踩到屎的那一种，但吃下去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好吃的微臭豆腐，它的臭味在嘴巴里的留住的气息是会让你觉得回香的，不会是那种大口臭。那这岂不就是最适合外国人来吃的吗？又有口感，又有调味，但又不会臭到让人吐。而且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皮，它是酥又脆，然后又香。因为像我上次去归仁吃的那一种，我自己觉得它里面已经变成是比较像是豆花状的，可是它还是有一个豆腐感在，好吃，泡菜也很棒。它的泡菜不会过酸，也不会过甜，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配角，它完全没有想要当主角，这两个人融合的真的非常的好。就算我现在已经有点微冷掉了，还是好吃。应该说，它除了臭豆腐本人的外皮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以外，其他的人大概就是都是走和声的那一种。他就是前阵子去看的张惠妹，张惠妹的和声嘛，都找了很多很会唱很好的老师，然后灯光效果都取得很好，蒜酱啊，然后酱油啊，然后跟旁边的泡菜，就他的和声部，然后跟他的灯光部，然后跟他的制作团队，全部都融合的非常的好。这一盘就是张惠妹的演唱会。这一集塞了好多不同人的业配，还有张惠妹的业配。各位朋友拍到这里呢，看到我戴起了墨镜，应该就知道说我们即将要结束了。为什么戴墨镜是要结束？因为已经面目全非了，脸开始肿了，是吗？也不是就是没想好怎么结尾，所以随便说。今天我们就是从太阳还没升起拍到现在太阳已经快要落下了，我们也很努力的吃了蛮多家台南我们收集到的名店。那或许这些名店在你们心中不见得是名店，你们也没有特别想去尝试都没有关系。这一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推给你的朋友，或者是你也可以帮我们宣传给一些国外的朋友，我们都会非常的感谢。最后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老实说，拍陪审团这5年来，我就是有收过一个讯息，是说他从来不曾吃过小吃，然后他因为我们的关系，他去尝试了吃小吃，他觉得很美好。小吃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部分。我可以听到有人因为我去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有陪审团这件事情，然后有观众，你们我们就是一个互相善的循环。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故事啊，或者是你们想要介绍的店家，都欢迎你们留言在下面。然后我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个下面的留言又会很认同。可是因为在我心中，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呢，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可以也被大家喜欢，不用一定全部人都要喜欢没关系，但是我们找到一群有共识的人，这才是志同道合的。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太大，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因为彼此互相了解对方，而更觉得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懂我，然后我们可以进而勇敢的去分享事情。因为现在最怕的事情就是什么？自己讲出来的事情有可能会被觉得就是不喜欢或干嘛的，那就是有点 sad。那我就希望可以共创这个美好的小吃家族。小吃家族是你现在复刻30年的小吃家族因为这一集其实我们想要选的就是指标性的台南小吃的热门店，应该就是会有人看完就会想说，怎么没有吃到哪一类型的小吃？其实我们这一集还有一些遗珠，应该是说你会列在下面。台南的小吃种类非常的多，我们也接下来有可能会继续发展这个主题，因为尽量的就是去做各种不同的事情，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店家，这样子才是对的事情。其实是应该要收手了啊，但是就是我还有想要再拍一间店，但是又怕片长太长，所以我就把它剪成短影片。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追踪PWS 的 IG， 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拉里拉扎可能对人生不是太有帮助的影片，那可以娱乐到你们的话也很赞哦。各位朋友，今天的好消息就是神枣跟全家又推出新联名啦，这次带来3个口味。第一个是神枣经典的草莓奶油，外面有奶油里面有奶油，这一款建议大家加热吃更好吃，你可以用微波，也可以用气炸锅，也可以用烤箱，那记得加热之后要尽快吃。第二款是海盐花生可可，我们的巧克力呢是选用比较大人味苦甜感的，花生酱里面加了一点海盐，这一款真的是在网络上大受好评，我觉得从小孩吃到老都没问题。最后一款是蛋蛋嘉年华，2月19号才会上市，把之前的芥末蛋沙拉的芥末味给拿掉，换成了黑胡椒蒜味蛋沙拉，里面还会有溏心蛋跟肉松，总之呢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三明治。大家有兴趣的话，去全家看到我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吃吃看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团购，就是24小时无感内衣，我常常在团购非常好穿的内衣，他们叫我推出了一系列的男生内裤，凡穿了之后觉得非常的舒服。下方我收集了蛮多试穿员的心得分享给大家，祝大家在夏天都没有束缚，穿好内裤啪啪照吃小吃。为什么要拍我？就是要记录一些就是我们在行军的画面。对啊！我以前是台南人，然后我非常不喜欢走路，可是
台南的宝地真的太多了，建议大家就是多走，多走之后你就会经过很多，你可能一开始在你的旅行上并没有太早，就是阿姨刚刚气馁，你好气馁。我觉得就是你来台南多走，你可能就会发掘一些你平常或者是你在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挖掘到的店，因为其实台南有非常多的小店，他们并没有被设立在 Google 上，或者是其实没有人介绍过。那有的时候你出游并不是一定要照着你的规划走嘛，就是出其不意，或者也会为你的这一趟旅行画下一个非常好的点。我觉得他现在很不爽，他很不爽自己现在刚起床，然后主持的很烂。画下一个非常好的点。点八宝冰，外国人要怎么跟他们介绍 ？Happy， 哦Happy，是你养的狗吗？Happy， 旺旺，秀出你的蝎子。990它就是有 V5、V4、V3、V2，就是现在都还是买的。哦，然后 V6是最新的，是不是？我小时候蛮喜欢 V6的。你最喜欢哪一个成员？森田刚是有痣的，对，我小时候最喜欢森田刚。可是它不像是你会喜欢的型，它比较降头。山宅健有点太可爱，山宅健是我以前喜欢的女生喜欢。